是泰国最新推出的赛博佛陀，一旦你扶了老奶奶过马路，或者去河边进行了放生，系统就会给你派发一定的功德分。你可以用积分兑换现金，或者在功德商城购买商品。今生所积攒的功德再也不用等到下辈子享受了。这个赛博佛陀一经推出便好评如潮，唯独寺庙的僧侣对他爱不起来，因为他们失业了。庙里曾经199都抢着要的电子佛像，如今降价到了9块9都没人要。更重要的是，没有香客愿意来供奉钱财了。乌恩决定打不过就加入，说错了，应该是要想打败敌人就得先了解敌人。他从一位朋友那搞来了一套赛博佛陀，岂料一开机就是一份极长的用户协议。他小声抱怨了2句，竟意外触发了用户反馈。他赶紧摘掉了设备，这佛陀怎么还偷听他讲话呢？乌恩想打电话投诉对方侵犯隐私，可根本没有人工客服接待。直到第2天，赛博佛陀的创始人竟然亲自打来电话，邀请乌恩去总部参观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。他当即拉了朋友一同前往，可没想到这虎穴竟格外的气派。再想到自家寺庙有钱都不肯去修的佛像，乌恩心中不禁感慨万千。随着电梯来到顶楼，映入2人眼帘的却是一间无比寻常的小屋。还没等乌恩缓过神来，一对夫妻便哭喊着扑了上来。นะคะท่าน ดิฉันไม่ขออะไรอีกแล้ว ให้พวกเราได้ขึ้นสวรรค์ 就在乌恩一头雾水之际，夫妻俩突然安静下来。赛博佛陀的创始人尼奥从门外走了进来，这一切便是他童年的真实回忆。父母俩听信了一位僧侣的劝诫，认为只要虔诚地供奉佛祖，便能为下辈子积攒足够的功德。于是他们卖掉了家里的一切，最终被债主逼得葬身火海。尼奥侥幸活了下来，从这天起他便发誓，不会再让任何人因为迷信而失去生命。而就在有了赛博佛陀后，人们只要做了善事，就能利用积分反哺现在的生活，一个完美的功德闭环就此形成。他希望能雇佣乌恩这些僧侣，完善赛博佛陀在佛法上的不足，让寺庙彻底跟商业进行切割。乌恩算是听明白了，就是让僧侣们来给赛博佛陀打工呗。可这显然跟佛法所宣扬的价值观背道而驰，他没法答应。乌恩其实是半路出家的，当年的他是一家科技公司的首席程序员，可因为工作，他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。就在乌恩不堪重负想自我了断时，是寺庙的住持出现救下了他。乌恩出家时曾问过住持一个问题：僧侣的职责是什么？住持说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在寻找活下去的希望，而最适合给人类带来希望的，便恰恰就是其他人类。这是赛博佛陀所无法替代的。但尼奥的话也给他带来了灵感，既然世界因为科技的发展在改变，那寺庙肯定也得跟上潮流。研究佛法，乌恩或许不在行，但写代码他却是专业的。利用人工智能的学习系统，乌恩很快便推出了一款全新的功德佛陀，它几乎就相当于一个线上的寺庙，可以帮香客们举办法事讲解佛法。更关键的是，它利用脑电波技术采集了住持的记忆，可以像得道高僧一般传道授业解惑，是一个真正能带给人希望的佛陀。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条，这款功德佛陀是完全免费的。随着台下传来阵阵欢呼声，尼奥顿感不妙，虽然对方没有功德积分系统，却完美满足了那些诚心向佛之人的需求。就在他准备想办法反制时，赛博佛陀却接连爆出了丑闻，有人为了扶老奶奶过马路赚取积分，竟然开始拐卖起了老人，而功德商城更是成了洗黑钱的重灾区。人们纷纷开始唾弃起了赛博佛陀，转而投向了乌恩这边。可福兮祸所倚，就在功德佛的销量一路飙升之际，用住持记忆制作的人工智能却出了问题。家长们包围了寺庙，程序毕竟是乌恩设计的，他百口莫辩。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莫非是尼奥采取的反制措施吗？就在乌恩忙得焦头烂额之际，住持却主动找到了他。原来人无完人，他的记忆被采集时，其中的邪念也被一同录了进去。年轻时住持因为喝酒犯下了大错，这才决定出家进行赎罪。说到底，他也只是个普通人，而非什么得道高僧。最终住持决定独自出门面对愤怒的民众，犯了错就应该承认，就算是佛祖来了也是一样。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下，乌恩的努力彻底沦为了泡影。在经历了大起大落后，他反而想明白了，从前的自己太过执着于物质了，忽略了知足才是超越一切的财富。可尼奥却不管这些，他直接借鉴了乌恩的创意，将功德佛的功能融入了自己的赛博佛陀，推出了全新的赛博菩萨，开始了一场真正关于信仰的革命。